開啟內心對話，而不是自我攻擊。我真的好廢，又搞砸了，怎麼每次都一樣？別人都可以，為什麼我這麼沒用？怪誰？不就你自己搞成這樣？這些話不是別人罵你的，而是你在心裡對自己說的。有時候我們活得像在一場無聲的戰爭中，敵人不是外面的世界，是自己腦中的那個聲音。那個聲音不吼不叫，卻刀刀見骨。你明明只是遲到了一次，他卻說一輩子都沒救。你不過說錯了一句話，他卻判你沒資格當一個好人。你犯了一點小錯，他卻直接給你蓋棺論定。你真是人生的笑話。問題來了，為什麼我們對自己這麼狠？有種傷人比別人罵你還痛，叫做內心的審判官。我們以為最傷人的話來自霸凌，來自批評，來自職場的冷暴力，但有一種攻擊更隱秘、更持久，那就是來自我們自己內心的審判官。這個審判官每天都在評分你、審查你、批評你，聲音聽起來像你自己，但實際上可能來自小時候那個總對你說你應該更好的大人。社會標準裡成功者才配被愛的訊息，自己累積多年不能犯錯的高壓信念，結果就是你做不好等於你不好，情緒失控等於你是爛人，脆弱一下等於你太弱了，不配。這樣的自我對話像一場看不見的自殘，你還沒出門面對世界，已經在心裡被自己痛扁一輪。不是你太玻璃心，而是你從來沒被好好對待過。有一種人表面上很堅強，凡事都撐、都扛、都吞，笑着說沒事，工作拼命做，家裡什麼都照顧，但他們有一個共同點，對自己從來不手軟。有次一位女主管告訴我，她在工作會議中一時忘詞，結果回家那晚，她對着鏡子罵自己，你就是一個不夠格的領導者。我問她，如果是你的下屬犯錯，你會這樣說嗎？她回答，當然不會啊，我會安慰他說，沒事的，下次會更好。那我說，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對自己呢？他沉默了很久，只說，我好像從來沒學會怎麼安慰自己。你是不是也一樣？你會安慰別人，但從來不會對自己溫柔。你會替別人找理由，卻不容許自己犯一點點錯。你不是玻璃心，你只是從來沒有活在一個允許犯錯也沒關係的安全空間裡。而最可惜的是，你連自己都不願意給自己這樣的空間。你可以批判自己，也可以選擇對話。人有一種自動反應叫自責，我們以為責備自己才會進步，我們以為越狠的自我批評才能讓自己不再犯錯，但事實恰恰相反。一項針對數千名學生與上班族的研究發現，自我憐憫比自我鞭策更能讓人恢復動力與穩定表現。不是因為我們該放任自己，而是因為自責讓你卡住，對話讓你前進；自責讓你羞恥，對話讓你成長；自責讓你封閉，對話讓你修復。你可以批評自己，但如果批評變成了人身攻擊，那就不是進步，而是摧毀。什麼是內心對話？就是你開始用說給朋友聽的方式對自己說話。想象這3個情境，你會怎麼對朋友，你卻怎麼對自己？情境1，朋友遲到了，焦慮地向你道歉，你可能會說，沒事啦，我也剛到，別擔心。但你自己遲到時，你怎麼說？我怎麼那麼沒時間觀念？我就是爛。
情境2，朋友失戀了，邊哭邊說自己不夠好，你會說，不要這樣想，他不懂得珍惜你，不代表你不值得被愛。但你失戀時，你怎麼說？都是我不好，不夠漂亮，不夠體貼，他才會離開我。情境3，朋友搞砸了報告，沮喪到想辭職，你會說，出錯誰都有啊，下次注意就好。主管其實知道你平常很認真，但你出錯時，你會怎麼說？我果然不適合這工作，我就是個失敗者。同樣一件事，別人做你會理解，自己做你就開罵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從來沒被教導，你也值得溫柔。不再懲罰自己，而是傾聽自己。當你犯錯的時候，你的心其實不是想被罵，而是想被理解。當你難過的時候，你不是想被修理，而是想被擁抱。但如果連你自己都把自己當成犯人，那你怎麼可能康復？怎麼可能真正走出情緒？你不需要對自己說謊，假裝沒事，你只需要學會說，我理解你現在很難過，這個情況真的不容易，沒關係，我在。這句話你對朋友說得出口，現在也要學着對自己說。讓內心對話發生的關鍵，允許不完美，也是一種勇敢。真正的和平共處，不是我都沒情緒、沒缺點，而是我知道我有情緒，但我不被它綁架。我知道我會犯錯，但我不再懲罰自己。我知道我不完美，但我值得被理解與接納。這種自我對話，不是懶惰，也不是自我安慰，而是真正的勇氣。因為它需要你正視自己，不逃避，不誇張，不欺騙。你面對自己的樣子，不論光亮還是陰影，都說沒關係，你是我，我不丟下你。結語：當你成為自己最穩的靠山，情緒就不再是敵人。情緒來了，不是要你懲罰自己；挫折來了，不是要你貶低自己；失敗來了，也不是要你懷疑自己存在的價值。這些時刻只是提醒你，你也需要被理解、被傾聽、被陪伴，而那個人最先就是你自己。你可以成為自己的靠山，而不是敵人。你可以是那個在你快要崩潰時說我在這裡的人。你可以學會和平地坐在情緒的旁邊，拍拍自己的背，而不是用責罵來驅趕不安。從今天起，試着放下內心的法官袍，穿上傾聽者的耳機，你會發現，原來你的內心一直都想跟你對話，他只是怕你一開口就是一巴掌。